在相传，有人说一天是从一碗乌龙面开始的，但没有人特别提醒你的是，吃完之后还要爬785级石阶，而当地人更习惯用一份谷物粮把这一天收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米塔世界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日本四国的香川县。说到香川，这里不只是日本乌龙面消费量最高的地方，听说当地人平均一年要吃超过200碗乌龙面，换算下来差不多2天就要吃1碗。我们来到了这间创业于1958年的老店 Nagata in Kanoka。这间店的特色是装在得力瓶里的酱汁，用昆布跟小鱼干熬出来的高汤，味道很浓。面一入口的瞬间，咦，等一下，这也太滑了吧！还没怎么咬，就感觉它直接往喉咙滑下去了。小麦的香气很明显，再配上酱汁，会让人突然怀疑，我们以前吃的乌龙面是不是少了什么？吃饱之后，从不远的车站坐电车前往晴平。接下来要去的地方，大概也是许多人来到香川的理由之一——金刀比罗宫。不过，在见到神社之前，还有一个挑战在等着我们，那就是785级石阶。老实说，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心里还是默默算了一下，今天到底要爬多久。就在准备开始挑战今天的石阶之前，路边可以看到提供租借的拐杖，一支100日元。很多人会在这里先租借一支，再开始登山。不过我们决定不借拐杖，直接出发挑战这段石阶之路。穿过三叠节后，石阶之路正式开始。一开始看到前面的人都走得很轻松，还想说应该没有想象中累吧，结果才没多久就开始喘了。这是金刀比罗宫的参道名物，口感很像蜂蜜蛋糕，内馅是红豆沙。这种甜度很适合作为石阶的能量补给，可以想象爬到上面后，我需要再来一颗。在路上看到一只狗狗的雕像，原本以为只是装饰，但查了一下才知道，它背后其实有一段故事。以前有些人因为距离或身体原因没办法亲自来参拜，就会把旅费和愿望交给狗，让它代表主人完成这段路，也就是所谓的代偿。这条石阶路上，曾经真的无数人的愿望是由他们一步一步带上山的。有点像是现在的代购跟外送服务，
只是外送员送的不是食物，而是人们的心愿。如果是我，好像也会想拜托他帮忙我跑这785级时节。啊，终于看到摆渡石了，那一刻有种感觉好像真的快到了。一步一步往上走，抵达本宫的瞬间，没有想象中的激动，反而是一种很安静的松了一口气，心都静了下来。但老天爷好像不这么认为。从本宫下看到的那一刻，整个清平的街道展开在脚下，会突然觉得这785级时节好像不是在考验体力，而是让你慢慢看见自己走过的路。之后我们也抽了一张御神签，是末级，或许是我爬得还不够虔诚，下去时要更诚心了。挑战了神社后，晚上我们来到了一和，这间店创业于1950年代，是相传很有代表性的古富鸟名店。这里不止观光客，许多当地人也会来这里聚餐。古富鸟也是相传的代表性美食，主要是将带骨鸡腿调味后高温烘烤。店里主要分为2种选择，雏鸟以及青鸟。这让我开始有了选择困难症，算了，还是2个都点吧。哇，这个皮好脆，像是在吃炸鸡，但又不是炸鸡，不知道是不是味道很浓的关系，在嘴巴里越咬越香。诶，这个反而很嫩，而且很多汁，跟刚刚的青鸟比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鸡肉的调味偏重，很适合配生高丽菜一起吃。吃完后的感想，真的觉得2者没有谁比较好吃，而是适合不同喜好，非常推荐都来试试看。经过一整天的行程后，原本以为今天最深的印象会是785级时节，但剪片的时候才发现，脑中一直浮现的是乌龙面滑进嘴里的那个瞬间，爬到床的时候，还有古富鸟的香气。香川这个地方好像不是用看的记住的，是用走的，用吃的，一点一点留下来的。感谢大家陪我们一起走完这段旅程，我们在下一个景点见，拜拜。